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我是一个平凡的女孩，或许也因为过得太平凡，当我发现这间公寓租金便宜的近乎荒谬时，没有多想就签下了合约。这是一栋3层楼的旧式建筑，墙皮剥落，楼梯叽嘎作响，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的霉味。可是谁会在意这些呢？对于一个月薪有限的人来说，能找到这么便宜的住所已经是上天的恩赐。搬进的第一晚，我累得几乎倒头就睡。窗外的风声和楼上的轻微脚步声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，但我并没有太在意。睡梦中，我隐约觉得自己似乎听到有人在低语，那声音从远到近，仿佛就贴在耳边。为什么是你？一个沙哑的女声悠悠地问。我惊醒过来，满身冷汗，却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。可能是太累了吧，我心想，把这当作是神经衰弱的恶作剧。可是接下来的几天，怪事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。我常常在早晨醒来后，发现床单被掀到地上，甚至有一次，我的手臂上居然出现了几道清晰的抓痕。我没有养猫狗，这伤口又不像是我自己抓的。更诡异的是，洗手间的镜子上出现了模糊的手印，像是有人在里面用湿手抚摸过。我开始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忽然从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站在厨房里，手里竟然握着一把菜刀，刀刃上还反射着我苍白的脸。我僵住了，全身像被冻住一样动弹不得。这时我才注意到对面墙上的玻璃窗中映出的自己，那真的还是我吗？眼神空洞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像是一个毫无生气的木偶。我不敢尖叫，只能硬生生地把刀放下，退回了自己的房间。一日，我把这些事告诉了同事小林，他皱着眉头说：“你最近气色没有以前那么好，眼神也怪怪的，该不会是梦游吧？或者是你的公寓本身有什么问题？”他的话让我有些不安。我决定查一查这栋公寓的历史，于是去了当地的图书馆。资料显示，这栋公寓建于20年前，曾是一对年轻情侣的家。然而，那对情侣的故事却是以悲剧收场，女子被男友残忍杀害，尸体藏在厨房的地板下，直到几个月后，邻居闻到异味报警，尸体才被发现。警方说，死者的脸部被毁坏得几乎辨识不出，但他的眼睛却睁得大大的，仿佛在无声地控诉。读到这里，我不自觉地浑身发冷。那个声音，那些诡异的抓痕，甚至我站在厨房的那一幕，难道他回来了？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事情变得越来越离谱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的邻居敲门来找我，他说，最近总是在深夜听到我的脚步声在楼梯间徘徊，有时还会听见我对着空气说话。他担心我出什么事，所以特地来看看。我当下吓得说不出话，因为这些天来，我根本没有踏出房门，更别提半夜到楼梯间游荡。有一晚，我终于亲身经历了这种游荡。我在凌晨时分从睡梦中惊醒，却发现自己站在公寓的大厅里，脚底粘着湿滑的泥土，手中紧紧握着一串陌生的钥匙。我感觉浑身发冷，颤抖着抬起头，看见大厅的镜子里站着一个影子，那不是我，却与我重叠在一起。他站在那里，嘴角带着阴冷的微笑，盯着我看。那一刻，我的脑中仿佛炸开了一道裂缝，无数记忆和画面涌了进来，他的脸，他的愤怒，他的绝望，以及他被杀害的那一晚。原来他从未离开过这里，他被困在这栋房子里，成了幽灵，但他需要一个容器来复仇，而我正是他选中的目标。他的影子逐渐向我逼近，那股寒意越来越浓，几乎冻住了我的心。我大喊一声，转身跑回房间，把门锁上，但他的低语声却在耳边回响，逃不掉的，
你逃不掉的。我开始失去对自己的控制。白天，我的朋友们说我越来越像另一个人，语调、眼神，甚至走路的姿势，都像极了他们从未见过的某个陌生人。而到了晚上，我的身体就像被夺走了一样，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在奇怪的地方。一次，我醒来后发现自己站在公寓后方的垃圾场，手中握着一把满是泥土的铁锹，脚下竟是一个新挖的坑。我彻底崩溃了。他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有天晚上，我无法入眠，于是抱着一丝希望，试图和他对话。我在房间里点燃蜡烛，轻声问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缠着我？”刹那间，蜡烛的火焰突然熄灭，四周陷入一片黑暗。那声音再次响起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近：“我是这里的主人，而你只是个入侵者。”我的身体猛然一震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要钻进我的脑海。我感到自己的手脚逐渐冰冷，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。我知道，它正在彻底占据我的身体。最后的记忆中，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那双空洞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属于我的灵魂。几天后，邻居报警说我失踪了，但他们在公寓里找到了我，或者说是他。那是一个带着阴冷微笑的陌生人，他说我只是回到我该待的地方。我们那晚聚在阿伟家时，天气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，窗户大开着，却没有一丝风，只能听见楼下停车场传来汽车引擎的低鸣。阿伟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卡片，笑容带着点坏坏的恶作剧意味。诺，你们玩过这个吗？他把卡片丢到桌上，拍了拍手。我们几个人凑近一看，那卡片正中央画着一个奇怪的符号，像是一条扭曲的蛇盘绕着什么图案，旁边还写着一些难以辨认的文字，仿佛是一段古老的咒语。这是什么？我有点警惕，虽然对这种事情没有太多兴趣，但出于好奇心还是问了。阿伟嘿嘿笑了一声，这是个灵魂交换游戏，听说是某个古老宗教的仪式简化版。参与的人可以短暂交换灵魂，体验别人身体的感觉，很刺激的。我皱起眉头，别闹了，这是什么胡说八道的东西？但小文却兴奋地拍手，听起来挺有趣的呀，要不要试试看？阿伟拿起卡片，一脸神秘地说：“来嘛，反正大家都无聊，不玩这个你们想干嘛？再说了，这可是我费了不少功夫才拿到的。”他的话成功引起了其他人的兴趣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。我心里虽然隐隐有些不安，但又觉得这或许只是个无聊的恶作剧而已。于是，我们开始了这场游戏。根据阿伟的指示，我们先关掉灯，点燃几根蜡烛，然后围坐在桌边。他把卡片放在桌子中央，用打火机点燃一根线香，让淡淡的烟雾在空气中飘散。整个房间被昏黄的烛光和线香的气味填满，气氛变得诡异起来。首先，我们要念这段咒语。阿伟用手指点了点卡片上的文字，语气突然变得低沉。记住，念的时候要专心，心里不能有杂念。然后呢？小文问。阿伟压低声音，咒语念完后，随即挑一个人闭上眼睛，其他人用手按住他的额头。灵魂交换的过程只会持续几分钟，结束后就会自动回到原来的身体。我听了没有说话，但内心已经开始感到不安。这一切听起来实在太过离谱，但又仿佛藏着某种说不出的吸引力。咒语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，那是我从未听过的语言，像是某种混杂着古老祈祷和低语的东西。当我们念完最后一个音节时，房间里的烛光突然闪了几下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。阿伟指了指我，你先来，闭上眼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但在众人的起哄声中，还是硬着头皮闭上了眼睛。一只冰冷的手轻轻按在我的额头上，然后
一股奇异的寒意像水流一样灌进我的身体，我感觉脑袋一阵晕眩，仿佛在失重中漂浮。片刻后，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，所有的一切都变了。我怔住了，我的视线下移，看到了自己的手。不，这不是我的手，那是阿伟的手，骨节粗大，皮肤上还有几道疤痕。我低头看向自己的身体，却发现我已经成了阿伟。哇，成功了！小文惊呼。我抬起头，看见我的身体正坐在那里，眼神中带着一丝惶恐和陌生的兴奋。阿伟的灵魂在我的身体里。他咧嘴一笑，熟练地摸了摸我的脸。嘿，这还挺有趣的嘛。我们都笑了起来，紧张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。可好景不长，问题在几分钟后就出现了。按照阿伟的说法，交换应该是短暂的，灵魂会很快回到原位。可是过了5分钟、10分钟，我们却依然被困在彼此的身体里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忍不住问。阿伟皱起眉头，翻着那张卡片，像是在寻找答案，但他的表情越来越僵硬。最后他干笑了一声，可能只是时间拖长了一点，别担心。然而他的语气中带着不安，这种不安迅速传染给了我们每一个人。就在这时，房间的烛光突然再次闪烁，线香的烟雾开始疯狂地旋转，仿佛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搅动。桌上的卡片竟然自己漂浮了起来，表面浮现出更多的符号和文字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小文惊叫，声音里带着颤抖。阿伟猛地站起来，但他的脚步却突然僵住了。他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，眼睛翻白，像是被某种东西控制住了。下一秒，他的嘴巴张开，发出一种像是来自深渊的低吼声。你们触犯了禁忌。那声音不属于阿伟，而是一个阴冷沙哑的声音，仿佛带着无穷的恨意。我们全都吓坏了。小文尖叫着跑向门口，但门却无法打开。整个房间像是被封闭在另一个空间里，四周的墙壁开始渗出黑色的液体，散发出浓烈的腥臭味。那个声音继续说，这个游戏是为了召唤我，而你们成了我的容器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大吼，试图靠近阿伟，但一靠近他的身体就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寒意。那个声音轻轻笑了起来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献祭品，而现在让我看看谁最适合成为我的主人。我们惊恐地看着阿伟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，他的皮肤逐渐变得苍白，双眼深陷，嘴角拉开一个诡异的弧度。他的头慢慢转向我，冰冷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刺入我的灵魂。你是最好的容器，那声音说。我吓得几乎无法呼吸，但就在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某种力量拽了起来，像是一个无形的漩涡，将我的灵魂吸进了黑暗的深处。接下来的一切，我无法形容，我只能感觉到无尽的黑暗和冰冷。那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回响，你是我的了，永远都是我的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站在一片陌生的荒地上，四周空无一人。我的身体不再是我熟悉的模样，而是一具被破坏的不成人形的躯壳。我知道，真正的我已经彻底消失了，而那晚的其他人，也没有人能逃过那东西的掌控。游戏结束了，但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我是一名心理治疗师，专门处理一些复杂的案例。职业生涯中，我遇到过许多奇怪的病人，但那个女人是我无法忘记的一个。她第一次走进我的诊所时，整个人神情憔悴，头发凌乱，仿佛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。她双手紧紧捂着耳朵，嘴唇不停地颤抖，像是在压抑着某种恐惧。她在说话，她开口，声音沙哑而颤抖。求求你，让她闭嘴。我愣了一下，
轻声问：“谁在说话？”他抬起头，露出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，语气急促地说：“一个声音，它住在我的耳朵里。每一天，每一夜，它不停地对我说话，有时低语，有时尖叫。”我拿出笔记本，示意他坐下，尽量用温和的语气安抚他。放轻松，先深呼吸。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听到这个声音的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低声说：“那次事故之后，我摔倒了，头撞到地板，自那以后，他就进来了。”他是谁？这是一个典型的幻听症状吗？我的理性告诉我，这应该是一种创伤后的心理反应，但他的表情和语气却让我感到不安。我继续追问，这个声音通常说些什么？他的呼吸变得急促，眼神四处乱飘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他的耳边低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低声说：“他说我是他的，我的身体是他的，他要取代我。”那天的会谈让我印象深刻，因为他的描述太过生动，甚至连他耳边的声音似乎都影响了我。会谈结束后，我安慰他说这只是一种压力引发的心理问题，建议他多休息，并开了几种药物。然而，接下来的几次会谈，事情变得越来越奇怪。每次见到他，他的状态都在恶化。他说那个声音不仅仅是在说话，还在命令他做一些事，比如半夜起来站在窗边，盯着某个看不见的东西，或者用指甲抓破耳朵，试图把那个声音挖出来。他也开始描述一些细节，这些细节让我感到毛骨悚然。他说那个声音知道我的名字，甚至描述了我的家、窗帘的颜色、墙上的照片，连我书桌上放着什么书都一清二楚。他说你帮不了我，他有一天冷冷地对我说，语气中多了一份阴冷的陌生感。他说你会害死自己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书桌前整理他的病历，脑袋里满是他的话。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窗帘微微晃动，像是有风吹过，可是窗户是关着的。我甩了甩头，试图驱散心中的不安，继续工作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。他说的是真的，我在这里。我猛地抬起头，房间里空无一人，只有书桌上的台灯发出微弱的光。我紧张地环顾四周，心想这可能只是幻觉。然而，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比刚才更清晰。我住在这里，你的耳朵里。一股寒意从脊椎窜上来，我立刻用手捂住耳朵，仿佛这样就能阻止那个声音的侵入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声音变得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清晰。我开始听到他在我耳边低语，有时是在诊所里，有时是在家里。声音的语调时而沙哑，时而刺耳，总是带着嘲笑和威胁。他已经被我拿下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那天我再次见到那个女人时，她的变化让我震惊。她的脸瘦得皮包骨，眼神空洞，像是一具行尸走肉。最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，她的嘴角居然带着一丝微笑。她说你听到了，她开口的语气中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。你也听到了，不是吗？我强作镇定，摇摇头说，你现在的状况很危险，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治疗。但他只是冷冷地看着我，低声说了一句，没有用的，他已经在你那里了。我呆住了，感觉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锁住了一样。他的目光深不见底，仿佛能穿透我的灵魂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感觉到耳朵里传来一阵刺痛，那个声音变得清晰无比。他说的没错，我现在在你这里了。那天的会谈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人，她从此失去了踪影，仿佛蒸发了一样。而我的生活却从那天开始彻底改变。那个声音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无时无刻都在耳边响起。他知道我的每一个秘密，每一个恐惧，甚至控制着我的身体。在诊所里，我开始出现无法解释的行为，比如在病人面前突然停下来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操控了一样，
或者用一种陌生的语调说话。一次，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，但那双眼睛里没有一丝熟悉的神情，那是一双冷酷而陌生的眼睛，带着阴冷的笑意。我伸出手去触碰镜子，却发现镜中的自己露出了诡异的笑容，而我的嘴角却一动不动。最后，我决定查清楚真相。我翻遍了所有关于耳中声音的文献，甚至找了一些灵异学者咨询。最终，我在一篇古老的文章里找到了答案。这是一种罕见的灵魂寄生现象，通常发生在某些灵体受到重创后，试图寻找新的容器时。那个女人说的没错，她的目标是我。某一天深夜，那个声音再次在我耳边低语：现在该轮到你了。我的视线开始模糊，身体逐渐失去控制。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从我的灵魂深处剥离，而我的意识则像是一块漂浮的碎片，被卷入无尽的黑暗中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，镜子里的那个人微笑着看着我，但我知道那已经不是我了。他成功了，而我则被永远困在这具身体的深处，成了一个沉默的旁观者，无法发出任何声音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